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啊！这次美国大选啊，这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川普啊！你想想，4年前落选，然后呢，这4年之后，人家卧薪尝胆，重新赢得了美国的总统的职位啊，从白宫搬出去，又重新搬回白宫，那心情叫是一个爽。那紧接着其次一个获益的人，我觉得就是马斯克。那马斯克在选前就压住川普啊。这自己光那个抽奖的钱都花了1700万美金呢，还不算他那推特上那不遗余力的支持川普，发了那么多帖子啊。结果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川普获胜了之后，那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开始玩命的往上涨啊，这马斯克的这个身家也在大幅上涨啊。最新的数据也表明，这马斯克的身家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金呢，全球首富。有人预期4年之后，马斯克的身家有可能过1万亿美金呢，那这个都不好说啊。所以你看，马斯克也是人生赢家啊。那么在我看来啊，在这次美国大选中间呢，还有一个赢家，这个赢家呢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呢，名字叫做 T.O.， 这 T.O. 也是个假名字，他自己起的啊。他为什么是人生赢家呢？因为在这次美国大选的过程中间，他提前压住川普获胜，在一个赌博网站上啊。他一共下注了2800万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可能也就是比特币啊。结果最后呢，压的全赢了，赢了多少钱呢？赢了5000万美金呢。那这两项加起来，他投了2800万美金，最后呢，赢回来了5000万美金，一下子8000万美金的财富入账。你想，那多爽啊！而且这哥们儿，人家压注的也算是比较这个胆大心细啊。他一共压注了3项，第一，他压注了川普能够赢得美国大选。第二，他压住川普在美国这次的选举过程中啊，获得普选票的胜利，也就是普选票也会赢得哈里斯。那这不简单呐！你要知道，这共和党已经过去20年的左右的时间里头啊，没有赢得过普选票了，那他就敢压。第三，他压了3个摇摆州，特朗普也会赢，一个是威斯康星，一个是密西根，还有一个宾夕法尼亚。这3个摇摆州，他认为川普也会赢。所以他压住的这3个选项中间，他全部压中了，所以这哥们儿有点神呐。所以我今天呢就挺有兴趣去研究研究这个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压住获得5000万美金的这个哥们儿啊，他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啊？要说这个 T.O. 这个哥们儿啊，在美国选举之前就已经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重视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啊，在选举之前的2-3周的时间都采访了这件事情。纽约时报最先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当时可能是认为这个哥们儿是不是在操纵美国大选呢？为什么说可以操纵美国大选呢？因为民调也是美国大选过程中间其实不光是美国大选了，任何大选过程中间的选举工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民调有的时候啊，也是互相打击对方啊、拉抬士气的工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台湾的选举，支持国民党的和支持民进党的啊，双方的媒体都搞民调。那么搞民调的时候呢，都对自己的阵营呢有倾向。3立的就支持民进党，所以他那个民调呢，民进党的就高。这 TVBS 呢，就相对来说支持国民党，所以国民党的民调就高。为什么他们要搞相对对自己有利的民调呢？这里头就有一个原理了，就叫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叫自我实现的预期呢？你就比如说股市吧，股市大家都预期明天要涨。可能股市明天就涨了，所以今天晚上从中央到媒体都在说，明天要涨啊！大家一相信都去买，那不就造成了股票上涨吗？所以这就叫做自我实现的预期。对于选举来讲，自我实现的预期是什么呢？当大家都预期某一个人会赢的时候，中间少部分人呢就会从众，就会改变自己的投票策略。所以这民调的数据呢，就是影响这小部分的从众心理的这批人的投票意愿。所以《纽约时报》当时就怀疑啊，说是有一个人在一个投票网站上一下子投了几千万美金，他是不是想用这种所谓的几千万美金这个小额投注啊，然后呢影响美国大选呢？因为这赌盘的数据都是实时公布的，大家如果看赌盘的数据中间，这特朗普的这个赢面大了，那有可能很多人就会修正自己的投票意愿呢。所以《纽约时报》就做了调查，就跟这个赌博网站联系上啊，这个赌博网站呢叫Polymarket，
好像是这么一个网站啊，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赌博网站啊。纽约时报跟他们联系上以后呢，人这个赌博网站说了啊，这个人我们也注意到了，为什么呢？说这个人呢投的是个注特别大啊，他一个人投了压川普赢的25%的筹码1/4，然后在普选票中间压川普赢的人呢，他一个人占了50%，所以他们当时也注意这个人了，于是就跟这个人联系了，说这个人呢是个法国人，他呢在这个网站上一共搞了4个号，然后呢陆陆续续的压住了2个月的时间，人家就怕就是这个投注的过程中对这个赔率有影响，所以呢他还有意识的就小额多次的投注，一共投了2个月。那《纽约时报》一看啊，这个人呢确实就是想赚钱，并没有想影响美国大选的这个意思啊，于是呢就写了一篇报道。紧随其后呢，《华尔街日报》呢就联系上了这个 TO。TO 这个人呢，跟《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还做了连线讲的就比较详细了啊。他说他这个人呢，他原先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银行里是个交易员。他说他不是赌徒，他就是交易员。他说他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为什么呢？他说他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他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他有这么多钱。我根据这个信息我猜这个哥们儿过去肯定是炒比特币挣了这么一大笔钱，因为他这个投票网站投票的这个工具就是比特币加密货币嘛。那你想想，他如果是一个正规的股票操作员交易员他要赚了这么多钱，他家人肯定都知道。但是比特币因为过去这些年因为价格狂飙上涨造就了很多隐性富豪，所以很多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由于拿了一大笔比特币，一下子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我估计这个哥们儿呢，就长期以来投资比特币挣了一大笔钱。他自己跟《华尔街日报》的人说，他说是2800万美金呢，占了他所有的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你看，还不是全部人这个哥们儿这手上还有钱呢。那他就跟《华尔街日报》人讲，他说他为什么要做这次投注？他说他不是赌博嘛，他是分析嘛。他发现，他说有这么几个理由。他说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说他发现从2016年到2020年再到2024年这3次美国大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呢？就是所有的民调机构的民调数据就跟最后的总统大选的结果相比较，那么所有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都低估了。2016年也好，2020年也好，也包括这次他还没有投票呢，所以呢他就发现呢，他说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说所有川普的支持都被低估了。而且他这一次在比较的时候，他说发现所有被低估的因素并没有得到修正。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说这个川普这次也极大的可能他的支持率被低估了。为了验证这个他自己找了几个理由。他就说了，他说这里面呢，他说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他就说美国的这些民调机构在操纵民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讲。他说第二个呢，他说支持川普的这批人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就叫害羞的选民。害羞的选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支持川普他不好意思说支持川普自己你要问我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我是支持哈里斯，但他内心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决定投票给川普了。我们也看一下这次美国大选的投票因为这次川普呢，一共好像是获得了7500万张选票，哈里斯呢7100张选票但是上次大选的过程中间呢，这川普呢是获得了7400张选票，民主党的这个拜登呢是获得了8100万张选票，也就是说民主党足足少了1000万张票，而川普呢增加了100万张票。那这的确这100万张票，极大的可能就是你支持民主党的人转移到了支持共和党的川普嘛。那么这种隐形的压力是不是有呢？的确有。据说美国人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那个支持左派的民主党的那些人游行的过程中间呢，他们把汽车停在路边，结果呢就是有那个右派的人就支持共和党的人就使坏。怎么使坏呢？他就在这个支持游行的这批人的汽车上贴了一些标语，说支持川普。结果怎么着？这游行的队伍就把他们自己的汽车给砸了。那就可见什么呢？就可见现在在美国你要公开说自己支持川普是有很大的道德压力的。因为美国主流的媒体这几年报道的时候，老说川普这个人就是纳粹，就是独裁，这个人就是这个专制主义分子的头子。
由于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报道，使得川普这个人呢，在媒体层面上声名狼藉，所以呢，他就认为你要支持川普的话，你可能需要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所以有些人就会把自己的这种意愿给隐藏起来。所以他判断了，就是这个是川普被低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他怎么验证自己呢？你要说这个哥们儿，人家真不是赌博啊，他真干了一件大事儿。怎么干了一件大事呢？他就跟美国的一家主流的民调机构合作，让这个民调机构给他自己做一份民调，神吧，人家哥们儿啊！至于花多少钱，咱也不知道啊。他做这个民调的方法就跟美国的主流民调公司做的不一样了。他采用的一个方法叫做邻居投票意愿统计法。什么叫做邻居意愿投票统计法呢？就是这民调公司不都是打电话问这些选民吗？问你是投票吗？啊，那他认为有些支持川普的人不好意思说嘛，于是他统计的时候他不这么统计了。他打电话之后问，他说我不问你支持谁啊，我问你们家邻居最有可能投票投给谁？是投给川普呢，还是投给哈里斯呢？哎，在他看来，这个投给邻居的这个票，其实就是这个人内心的真实的意愿。但是因为他说邻居的投票意愿，他自己就没有道德压力了，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真实的意愿说出来了。据他自己讲，他的这份民调显示啊，支持川普的数量远远高于支持哈里斯的。所以他最后决定梭哈一把，拿出自己绝大部分的金融资产啊，2800万美金呢，就开始加注到这个投票网站上了，这个赌博网站上了。你别说啊，他自己啊，这个投注的这个时机也特别有讲究。他选择什么时机呢？就是今年8月份。今年8月份，那不是哈里斯的支持率在越来越高吗？超过了川普吗？结果他就在哈里斯的支持率超过川普的那个时候，他开始压川普，因为这个时候啊，他压川普赢的赔率就高啊。然后他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注册了一个账号，他这个为了防止啊他自己一大笔投注进去之后啊，然后对这个赔率会有影响，所以他每次呢，钱还不多，然后呢慢慢往里头加投，但是为慢慢往里加投啊，投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引起了这个赌博网站的注意啊，最后呢赌博网站就不给他开盘了，他这个号给练废了，结果没办法呢，他又相继的开了4个小号。其他3个小号加起来一共4个啊，然后慢慢投，从8月份一直开始投到了10月份。后来呢，赌博网站的人跟他联系，说哥们儿你也投的太多了，你别再投了啊。他也跟这个赌博网站达成了协议，就说一共投了2800万，不再开小号继续投了。当时啊，这个《华尔街日报》啊要核实这个人身份的时候，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因为你说你是就是这个投注的人，那是不是真的呢？《华尔街日报》就给了他一个选项，说你就是一个明星，今年会不会怀孕？你在这个投注一下，用你这4个小号。结果这个哥们儿就用小额投注，就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嘛。所以你看这个哥们儿确确实实啊，人家是在用自己的认知进行变现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啊，他认为美国的这些民调机构都在操纵这个民调的结果啊。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他除了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也包括华尔街的采访之外，他还接受了一个网红的采访。这个网红啊，也不是特别有名啊，在网上呢，推特上可能也就100多万的粉丝啊。在11月6号的时候，他公布了这个视频的采访内容。A few days ago, a mysterious trader called French Trump Whale made headlines internationally for allegedly tampering with predictive betting markets to give Donald Trump an edge in the polls. I tracked down the mysterious French trader to ask him why he bet $40 million of his own money on a Trump victory and to ask him whether this is an ideological play or if he's just keen on making money. 在这个视频中间，他怎么说？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yesterday published 3-4 the surveys in some states, in the swing states, and one was very astonishing because it was a clear outlier on real clear politics. It's in North Carolina, which is a very solid Republican state, and this showed that Harris is ahead 2% in that state. I'm going to show you what I found out and how skewed this poll is. Here you have a crosstabs of a survey that was released by New York Times, Siena, for North Carolina, with likely electorates. They basically sampled 1,010 number of respondents, 1,010. In 2020, we can see that 441
voted for Biden, and 349 voted for Trump. Let's calculate the percentage based on the respondents. 431 divided by 1010, you have 42.6%. 349 divided by 1010 is 34.5%. So first, what we can see is that the percentage here that they display is wrong. It's fake. They display 42 and 40%. Sure, so that's a very big difference. 这是第一。他说第二，他还在这个文化教育程度上造假。This cues is in all New York Times Code straps. And I have another category where I can show you that they also use another skew. It's with what we call race education. Race education is what? Is measuring, for instance, the intentional thoughts of whites people who have college, who don't have college, and whites who don't have college. Exactly. So let's calculate. Let's do exactly the same calculation. Again, the percentage are fake. 30% is not 35%, and 40% is not 32%. We can see that they sampled more white college than white not college. Sure. And by a lot. Does this replicate across other It's states? replicated across other states. 所以他当时在9月份的时候还说了，他说美国所有的民调机构如果没有操纵数据的，他愿意给$10,000。所以他就认为他之所以能够赢，就是因为看到了美国民调机构操纵数据这一个背后的大黑幕啊。要我说啊，这个哥们儿赢得了美国大选的这么一个押宝押对了赌博啊，不是新闻。但是他指责美国民调机构系统性操纵数据，这可是件大事儿啊。我们呢这2天也仔细研究了一下《纽约时报》的这个民调数据啊。我们呢这个研究的结果，首先第一点，《纽约时报》的这个民调确实是非常不准。你比如说啊，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这次的民调数据啊，在11月3号的封关数据里面啊，它的7个摇摆州里头，它预测只有1个摇摆州亚利桑那州川普会赢。他说呢，他说川普最后会以49%赢得这个哈里斯的45%。那实际上川普是52%，而这个哈里斯呢是46%。虽然比例有差异啊，但它是结果是预测对了。但是剩下的7个州全错了。比如说乔治亚州，他认为哈里斯是48%比47%赢过川普。那结果呢？那哈里斯是48%，但川普是50.7%，错了啊。密西根州呢，他预测呢是47%比47%，这是一个焦灼状态。实际上呢，哈里斯是48%，川普是49.7%，那中间也是差了1.4%啊，也错了。内华达州他预测呢是49%比46%赢，那这赢面比较大啊。但实际上结果呢，哈里斯是47.5%，那川普呢是50.6%，那是错的离谱了，那相差值差了6.1%啊。那北卡他预测呢，这个哈里斯是48.46%，川普呢是48.48%，而实际结果呢，那川普呢是50.5%，那哈里斯是48.5%，那中间也是差了不少。那威斯康辛州也是一样啊，也就是在7个摇摆中间，《纽约时报》全都预测错了。那《纽约时报》预测错了，到底是它操纵的结果呢，还是它整个系统性的这种抽样的失误呢？就拿这些数据啊，我们这2天也请教了一个专门做统计数据研究的人啊，他跟我们讲啊，他说美国这次总统大选，不用说，所有的民调机构基本全翻车了，但是他认为呢，系统性造假的可能性并不大。他说理由主要是这样的啊，他说因为首先是所有的民调机构都几乎都错了嘛，对不对？那你一起造假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其次呢，他说这些数据计算，也就是 TO 所指责的这些数据计算，其实他也看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加权结果导致的。所谓加权结果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比如说啊，这个人口中间黑人可能是占9%，10个人中间有1个黑人，这黑人占比是10%，但抽样过程中间
由于抽样的样本小嘛，随机抽样嘛，结果可能抽了5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黑人。那这个时候黑人占比是多少呢？是20%。那么你黑人占比20%，你实际的人口比例中间黑人占比只有10%，那你怎么办呢？你必须要还原到实际的人口比例中间，那才有可能统计出一个真实的意愿嘛。所以加权就是按照这个州的真实人口的比例，比如白人的数量、黑人的数量、受教育的程度、男女的比例，然后等等，那真实的数据和你统计出来的随机的这个数据做比较，然后进行加权处理。他说啊，你看到的那个计算过程中间的看似的那个所谓的问题，都是加权处理的结果。这个他说不太可能造假。他说，其实如果要是在民调中间造假，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随机抽样的过程中间造假。但是这个呢，由于随机抽样的方法它没有公布，你只能怀疑，你实际上是不可能找到一个确凿的证据的。但是有一点，那这一次美国大选过程中间，你不仅仅是《纽约时报》是栽了跟头，美国其他所有的民调机构几乎都栽了跟头吗？那我们就要探讨了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民调数据啊不真实啊，对一个国家影响可就大了去了啊。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今年的台湾大选，那柯文哲当时一开始不是要蓝白合吗？这蓝白合后来柯文哲就要价非常高，就最后蓝白合没有合成，什么原因？事后我们都知道，柯文哲手里头攥着一大笔自己搞的民调，而自己的搞的民调呢，对自己特别有利啊，所以他认为他不跟国民党合作的话，他也有可能赢过国民党啊，所以他就不合了。结果怎么着？结果蓝白没合之后，他自己选举的结果是倒数第1名，现在呢进了土城看守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民调数据如果不准的话，对政治人物也是一个极大的误导，对整个我们了解美国大选，对这个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也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啊。所以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美国大选这些民调机构中间为什么同时出了问题。要说美国的这些民调机构啊，最早啊有一家非常权威，叫做盖洛普。这盖洛普啊是早期美国专门做各种各样的市场调研的一家机构，它是1936年就开始搞美国大选的这种民意调研了，搞得非常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到了本世纪的这个10年代，这盖洛普啊对美国大选啊就不怎么搞民意调研了。所以呢，美国的民意调研机构啊，民调机构呢就涌现出来了一大批新的这个机构。你比如说《纽约时报》跟一家这个大学的学院合作搞的这个民调机构，从2016年开始搞。还有一个民调机构呢，叫538网站。这个538网站啥意思呢？其实这个538网站对应的就是美国啊选举过程中间一共有538张选举人票，所以538网站你就知道了啊，它的意思就是专门针对美国的总统大选过程中间选举人票的进行的预测和分析。这个538网站啊，它的这个创始人呢，名字叫做这个谢尔佛。这谢尔佛啊，他最早呢是2008年的时候一战成名，他对那一年的美国总统的大选啊，一下子50个州，他预测对了49个州，那可不得了啊！你想想，50个州，在49个州的选举人票都预测对了。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时候呢，又全部预测对了这个结果，所以这一战成名啊！所以当时《时代周刊》都把他评为了这个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他当时是怎么预测的呢？他就把美国的这些民调机构啊，放到他的自己的网站上，然后他给这些民调机构打分。你比如说《纽约时报》这个民调机构，他打的分最高，3星级；其他的民调机构呢，可能有2星的，有1星的。然后他自己打的这个星号啊，他在经过加权之后平均汇总，最后形成一个这个民调的结果。但是啊，在谢尔佛啊这538网站，从2016年之后就开始不停的遭遇滑铁卢。2016年的时候啊，他的预测就错了，他预测那一年啊，这个希拉里啊有72%的可能性赢得总统大选。那结果呢，最后川普当选了，这希拉里落选了。当然了，他这个还不算特别离谱啊。那一年《纽约时报》预测的更离谱啊，他认为这个希拉里获胜的这个概率有85%。那你想想，这《纽约时报》当中这更打脸啊。2020年的时候啊，这个538网站这个希尔佛又预测错了，因为他当时预测拜登领先特朗普是8.5个百分点，结果呢，实际大概只有4.6%。虽然预测的结果对了，但是你这个
偏差值也太大了。那同样，今年2024年啊，他预测呢，大概哈里斯以1%的优势赢得这次总统大选。结果呢？结果最后实际上人家川普呢，不但赢得了总统大选，选举人票获胜了，这普选票也赢得了这个哈里斯啊，而且他领先的优势大概才超过2%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538网站啊，一顿操作猛如虎啊，还不如回家烤红薯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这个民调机构这一次实际上公信力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还有就是美国的那个平均民调，平均民调就是把各个民调机构啊都合并在一起啊，然后来进行计算，加权计算。加权计算的结果之后呢，其实这次也不准，因为你各个民调机构如果不准的话，你平均民调也不可能准。那么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的原因呢，其实就是那个 TO 讲的，就是支持川普的人呐，他在所有的民调抽样过程中间，真实意愿被隐藏起来了，没有被调研出来。所有的这些民调，他们的抽样方式都没有把人的真实意愿给体验出来。那这其实也不奇怪啊。你比如说在民调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平时在抽样这个调查过程中间，有些调研你需要特殊方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现在要调研啊，这个一个人一生中间有几个性伴侣，或者你有没有性病，对不对？你打电话过去，你问他，你说哥们儿，你现在有几个性伴侣啊？你觉得他会真实告诉你吗？不太会吧。有的人可能会吹牛，说我有50个，有100个。有的人明明有好几个，老婆在旁边呢，他敢说吗？他说我就一个，就我老婆，对不对？所以这个涉及到严重的个人隐私，他不会真实的告诉你。你再问他说你有性病吗？更不会告诉你了，对不对？所以对这一类的市场抽样调查，常用的有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叫匿名调研法。所谓匿名调研法，就是给他发问卷，发问卷之后呢，他回答的过程中间你也看不到，然后这个问卷被统一抽样带走之后，他自己都是匿名的啊。所以呢，实际上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实际上信息是隔离的，他的隐私受到了保护，他才会把真实的信息告诉你。要我看，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川普的支持者由于受到了媒体的压力，他们自己的真实意愿没有办法充分的把它这个解放出来或者表达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那个 TO 人家搞的邻居调研法为什么相对来说更准，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因素给表达出来了。但是作为一个正规的民调啊，你如果要是调研的过程中必须是本人真实的意愿，他自己搞民调无所谓，他说我那个邻居的想法是什么？那真实的民调到底应该怎样的方式才能把人真实的意愿表达出来呢？那我也请教了一些专家，他说啊，这种事情啊，不要靠电话民调，电话民调啊，实际上跟人的交流特别不充分。你看美国这次总统大选，多数的民调都是打电话，而且呢样本量只有1000，所以这个样本量第一少，第二电话的抽样，这个调研方式啊，这个准确率很难保障。最好的方式，第一是上门面对面交流，第二最好是上门过程中间还可以采用这种所谓的这个匿名的方式。什么叫匿名的方式呢？就上门的时候，我给你一个笔记本电脑，你在笔记本电脑上自己填，你填完之后我也不看，咵一扣，这个数据已经传到后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屏蔽掉，这个一个人在做自己真实意愿表达的时候受到了外界的道德压力。说句心里话，美国大选呢，谁赢谁输啊，可能啊对美国的制度的伤害不大，但是美国的民调机构普遍的出错，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伤害却很大。因为民调是科学呀，不管你支持谁，你能不能准确的反映出来这民意测验、民意的这个结果，那这个实际上是对民调机构的公信力的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啊，通过这以往的3次美国总统的大选，可以说美国的民调机构都错得离谱。他们如果再不改自己的抽样方法和统计方法的话，那么他们真的是给美国的选举制度丢人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这里再次祝贺啊，这 TO 啊赢得了5000万美金的大奖，并且通过自己赢得5000万大奖的这种方式啊，揭示了美国民调这个体系中间所存在的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功莫大焉，也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间的这个响当当的一个人生赢家。这个人生啊，有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人生赢家啊，最重要的一点，就你明明发现众人都错了，你还能发现那个最正确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如果再赋予你自己的这种知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方式，那能不赚钱吗？所以我觉得人家赢的这个钱呢，有道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Media outlets are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they made in 2016 and 2020, underestimating the Trump vote. Into the polls, and I realized that most of the polls are definitely skewed to the advantage of Harris. Check the crosstabs, make the work I did, and you will be astonished. I tell you that Trump will outperform the polls, especially these polls, by 4 to 5% minimum. Yes,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gambler and a trader. I am a trader because I'm based on rationals. I'm based on analytics. If I loses, I would accept that I was wrong in my analysis, but I really doubt about that. May the odds be ever in your favor.